德语媒体也报道了，当地时间3月21日，特朗普高调宣布了制造6代机的决定。特朗普说，在我的领导下，美国空军正在推进全球首款第6代战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提并论。他笑着宣布，这种新型战斗机将被命名为 F-47。他还表示，波音公司获得了这一合同。CNN 称，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该战斗机的命名显然与其总统任期有关。特朗普还表示， F-47的测试版本已经试飞了近5年，几乎全隐身。朋友们，对于特朗普说的，我无法同意，因为美国现在要建造的所谓6代战机并非全球首款。大家肯定还记得，去年12月26日，中国就同时公布了2款不同的6代战机，歼36与歼轰26。当然，这2个型号都不是正式的中国官方名称，而是军迷朋友们起的名字。据说中国的6代机是比6代机还要先进的空天飞机。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有点可爱了。线上直播啊，各位。这什么东西？第3个。对此，美国及西方好像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或许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不想承认中国已经领先。所以在过去像德国等西方媒体，至少主流媒体对中国6代机没有报道。在本期的报道中，也对此只字不提。美国以及西方好像故意无视中国已经有了6代机。咱们估计是因为美国担心全球对它的军事先进性产生怀疑，导致信心崩溃，从而危及它的全球霸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对此的报道。几乎看不见，特朗普订购新型 F-47战机。唐纳德·特朗普对 F-47战机赞不绝口，波音公司将为美国空军制造新一代战机。然而，具体细节尚不得而知，甚至价格也是秘密。美国政府正在开始建造新一代战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五在白宫宣布 ，F-47战机将确保美国继续主宰天空。该项目的合同由波音公司获得，竞争者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01年获得了 F-35战斗机的合同，但最终落败。德国已经订购了35架这种战斗机。特朗普谈到了几家制造商之间艰难而激烈的竞争。作为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的一部分，这种新型战斗机将取代20世纪80年代研制的 F-22战机。关于 F-47战机的其他性能，人们知之甚少。特朗普周五表示，这种战斗机实际上是隐形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和性能。据说 F-47还特别适合与战斗无人机联合执行任务。黑格塞斯说， F-47是向盟友和敌人发出的信息。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在谈到这款新型战机时说，他向我们的盟友发出了非常直接明确的信息，即我们不会离开任何地方，也向我们的敌人发出了信息，即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将能够不受阻碍地在全世界展示我们的力量。配图说明，特朗普周五在椭圆形办公室展示了 F-47模拟场景。特朗普总统以安全为由，没有说明波音公司的订单数量。然而，这笔开支很可能是巨大的。早在2018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就估计每架战机的花费高达3亿美元，现在约为2.76亿欧元，大大超过美国空军所有其他飞机的花费。由于担心成本过高， AGND 计划已于2024年停止。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新政府还在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的指导下，对美国联邦机构进行了大幅削减。然而，特朗普政府似乎准备为 NGAD 投入大量资金。几天前，
美国空军高级军官约瑟夫·昆克尔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次活动中，援引一份内部研究报告称，没有比 NGAD 计划更明智的选择。未来空中主权对美国陆军仍将非常重要。对于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来说，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困难之后， F-47订单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安全问题和大规模罢工给这家公司带来了压力。去年，该公司亏损约118亿美元，营业额巨降14%。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新一代战机将于2030年代服役。好，朋友们，报道就那么多，通篇你看没有提及中国六代机。当然，该报道主要关于美国重启 NGAD 六代机计划。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六代机可以让美国保持几代人的空中优势，不受阻碍地在全世界展示力量。似乎他把这话说得太满了点，貌似美国现在已经失去了空中优势，只不过他们故意装鸵鸟而已。好，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德语区网友的评论。第一条评论：好吧，如果波音公司赢得了合同，那么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欧洲将在 FCAS 未来作战航空系统方面超过美国。下一条评论：这是支持陷入困境的飞机制造商波音的另一种方式。科技领域的质量问题接二连三，现在他们又要制造军用飞机，希望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至少保佑弹射座椅能正常工作。下一则：如果它不像 F-35一样成为另一个没完没了的故事的话，继续往下。F-22已经服役20年了，时间飞逝的比战斗机还快。再往下，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塞斯在谈到这款新战机时说，这向我们的盟友发出了非常直接明确的信息，即我们不会离开任何地方，也向我们的敌人发出了信息，即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将能够不受阻碍地在全世界展示我们的力量。这无疑会让特朗普的盟友普京非常高兴。下一则，我猜这不过是为危机重重的飞机制造商提供了一项隐蔽资助计划。我猜特斯拉很快也会得到生产坦克的资金。继续往下，塞维亚人用过时的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击落了这样一架隐形战机。下一位网友跟帖说，哇，他们甚至还没有造出来，这些塞维亚人真是魔鬼般的混蛋，尤其是在萨拉热窝杀害儿童的狙击手。再往下，让他们把 F-47战机卖给俄罗斯吧，魔鬼特朗普和撒旦普京相处得非常愉快，欧洲很快就不会再向美国军火工业采购了。下一则，特朗普真聪明，在无人机已经到处使用的时候，他却在制造多年后才能使用的载人飞机。与此同时，他还想阻止移民，从而加速向老龄化社会的民主转型。他自己就是这样。然后他让老人驾驶飞机，因为为数不多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足够的教育水平来驾驶这种飞机。老人在 7G 的速度下就会晕过去，而 F-47在撞击地面时会在火球中蒸发掉老人的美梦。特朗普啊，真聪明。再往下，先进的东西当然很好，但也需要合理价格。参见祖母沃尔特。当然，仅仅将垃圾送到战场上，并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或许对付乌克兰吧，但他们也没有多少装备，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下一条也是跟帖啊。面对号称世界上第2强大的军队，乌克兰却用这些垃圾进行了顽抗，令人印象深刻。下一则，美国人可以说豪言壮语，如果这款新型喷气式飞机的性能与波音公司目前表现一样，那么它或许能赶上欧洲的研发。继续往下，让波音来制造 F-47，可怜的飞行员呢？再往下，这又是一个取消 F-35订单的理由。
他们想从我们这里收取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他们不可靠的滞销战斗机，以换取更好的战机。当然，他们会独吞，不出售给他人。美国希望我们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也得不到机会。有美国比没有美国更糟。我们早一天跟美国说再见，我们就早一天强大起来。下一则，马斯克可能是对的，无人驾驶是未来的趋势，它使人类无法完成的动作成为可能。它还交出了保护飞行员的高昂成本和重量。反正飞行操纵都是由计算机控制的，为什么还要搭载一个人呢？继续往下，很高兴知道德国和美国之间的技术竞赛已被接受，这也澄清了 F-35的命运，因为它对德国没有任何好处。再往下，但如果要做到或保持几乎不可见，美国人就必须购买亨索特，他们可能已经尝试了一段时间。在此之前，后者可以探测到任何飞机，无论其伪装如何。在航展上，当亨索特公司的无源雷达能够让 F-35战机显形时，美国人的惊慌是显而易见的。下一则，可通过人工智能和三维可视化远程控制的无人驾驶飞机，这就是未来。没有人需要有人驾驶的飞机。继续往下，按照欧洲标准，开发和部署的时间窗口太短了，为什么美国人能做到，而我们却不行？继续往下，如果是我不会向德国供货，因为德国在背后捅美国一刀，有计划地侮辱美国政府。继续往下，这纯属讽刺。波音公司这个花3倍的钱，用2倍的时间都无法制造出太空舱的公司，这个多年来都无法将747改装成总统专机的公司，这个科技质量问题严重的公司，哈哈哈！如果这款 F-47造出来了，连美国都买不起。下一则，好吧，如果波音公司制造新型战斗机，至少不需要弹药就能把它们从天上打下来，这些东西肯定会因为各种缺陷而自己掉到地上。再往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我相信我们德国人能够打败美国，当然还有俄罗斯，我们会坚持到最后。如果不是我们，那会是谁呀？永远向前，永不后退。下一则，被专制者歌功颂德的武器几乎从未奏效，让我们拭目以待。德国知识点评，在德国有些人的心目中，特朗普现在已经变成了专制独裁的人了。再往下，我认为未来属于无人驾驶飞机，它们更便宜，机动性更强，因为它们能承受更大的重力。当然，有人驾驶战机的形象也很重要。下一则，我们得拭目以待，看看马斯克和他的效率部会不会因为这款战机太贵而收回该计划。否则，向超级富豪们承诺的超过3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将如何实现呢？继续往下，在 F-35灾难之后，这款飞机可能只能在美国国内销售，而不是向伙伴销售，那将会很昂贵，真的很昂贵。再往下，为什么该战机的编号是47？对此只字未提。我给大家提示吧，特朗普是第45任和第47任总统。下一则，用3亿美元一架面向未来的战斗机，总比3000万美元一辆谁也用不上的坦克好。继续往下， F-47，特朗普甚至声称这是他的将军们建议的名字。下一则，在特朗普让美国看起来像一个不安全的国家之后，这听起来像是美国军火工业的一剂镇静剂。关于美国可以关闭 F-35执行让美国不高兴的任务时的传言，已经导致世界不再青睐美国武器，并导致了军火工业的财务崩溃。下一则，波音公司的梯子
工具和其他生产废料留在飞机机身内。特朗普恰好选择了这家波音公司。难道特朗普现在要像曾经救助特斯拉那样救助这家公司吗？好吧，祝你坠机好运。继续往下，我敢打赌，波音公司一事无成。再往下，这是错误的决定。B-2轰炸机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飞机，每架约15亿美元，应在报道中予以更正。下一则，这下可好了，唐纳德·特朗普解雇那些负责儿童教育、组织卫生系统、清理国家公园、负责新药研发、照顾美军退伍军人等工作的人。你觉得这样的人能挣多少钱？用省下来的钱，也许至少可以买1架这样的飞机，甚至2架。希望2架飞机在空中不会相撞。这是跟贴。在我们看来，你的上述想法并没有被误导。但如果权衡一下中国已经研制出第6代战机的事实，美国研制一种至少在军事上与中国相当的战机是非常值得考虑的。为此，美国还需要一笔花在刀刃上的钱，不能花在别处。我们看另外一条跟贴。你能说出中国6代战机的名字吗？很遗憾，在网上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再看一条跟贴。你是从哪里得到中国6代机信息的？是第5代吧？是的，也许吧，但我还没有读到任何关于中国6代战斗机服役的消息。德国知识点评：去年12月26日，中国泄露2款6代机的消息，西方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比如说德国媒体就没有报道。我们估计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媒体与他们的政府呢保持一致，低调处理此事。估计呢，因为这是不利于美国的消息，而且这关系到世界对美国的信心。下一则，这条英语评论其实很押韵，可惜翻译成中文就完全变了。是这样的，如果是波音制造的，肯定不行。继续往下，这位网友在讽刺办事效率，他说，该飞机计划于2030年代投入使用。国防采购部门获得新申请表也需要那么多时间，因为纸张用完了或传真机的墨盒没了。再往下，不幸的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谁是美国的盟友，谁又是美国的敌人？下一则，美国的军事技术到底在炒作什么？迄今为止，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是用来对付谁了？他总是只针对那些在技术上丝毫不可能对抗如此优势兵力的国家，比如利比亚等国，或者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他们没有军事手段来对抗包括航母在内的海军力量。从技术上讲，当美国发动攻击时，甚至伊拉克军队也难以招架。面对另一个军事大国，美国的军事行动，即使有这样的超级战机，也很快演变成核冲突。因此，我们今后将继续看到所谓的超级技术只会用于对付那些不具备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潜力的地区军事强国。即使是装备精良的航母战斗群，也无力对抗核武器。继续往下，当普京的贵宾犬大谈隐形战机时，我立刻想到了皇帝的新装，这个疯狂的男人和他对技术的理解。朋友们，我来说一下啊，这个贵宾犬肯定是指特朗普，也就是这位网友认为特朗普是普京的一条狗。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啊，波音公司这家超级觉醒公司的飞机时不时会突然从天上坠落，它的宇宙飞船只能单程飞行而没有返程票，希望一切顺利吧。哈哈哈，朋友们，这条评论很有意思。从以上评论来看啊，看来德国人都不看好美国的6代机啊。那你们怎么看呢？